越南战争前前后后打了20年，作为战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先不说消耗和伤亡，美国国内种族问题和民权问题的加剧，经济长期低迷，尼克松主义的诞生等等影响因素，足以证明这场战争美国损失惨重，甚至于主动终止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过度扩张，开始实行适度收缩政策，力求营造出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关系，极大改变了冷战态势。明摆着，在这场持续20年的战争中，美国被打疼了。那为啥不在战争初期效仿二战时期的对日政策，用原子弹轰炸越南，速战速决呢？要知道，当时的国际格局虽说是两极分化，可苏联有着很严重的经济问题，相对来说，美国还是要强势不少的。以美国那一向强势的作风，也没有必要让日本成为原子弹轰炸过的独苗啊。这里就要说说越南战争的性质了。表面上只是北越和南越的一场内战，哪怕后来战争升级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较量，但无论如何，跟二战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便美国作风强势，越战中也曾不止一次叫嚣着要动用核武器，全球美军核战部队要进入战备状态啥的，此前更是有轰炸日本的前车之鉴。可较起真来，美国他不敢。就当时的国际立场而言美国虽说扩张态度强势，可终究不是法西斯。之所以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主要还是因为日本自己作。二战期间把自己绑上了法西斯的战车，二战末期更是叫嚣着一意欲碎，拒不投降，妄图垂死挣扎，发动丧心病狂的本土决战计划。这是低头认错该有的态度吗？当然，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人道主义问题。越南战争不一样，甭管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再怎么斗，那也是幕后进行，表面上依旧是一场内战，是越南的内部问题。1961年，美军特种部队以及诸多军事顾问的参与介入，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构成侵略了。苏联自然也有了抗美援越的理由。这种情况下动用原子弹，真当苏联那些已经闲到去灭火、开矿、炸水库的大1万是闹着玩的吗？以苏美当时的国际地位全面核战争为代表的第3次世界大战肯定是跑不了的。再加上当时美国大部分的欧洲盟友，除了在二战中被炸得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以外更是在二战后被精心策划的美元霸权摆了一道，正是猫起来舔伤口、休养生息的时候都不愿意再次卷入战争，更别提还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如果越南是个没有核武且国土广袤的大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益，或许还会挤出一点战争资源参与一下。但实在可惜，没有如果。这些本就千疮百孔的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也都不是傻子。越南国土稀少，又有中苏两大强国做后盾，谁胜谁负还未可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3战的代价谁都承担不起，包括美国自己。就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核武器的威慑意义明显大于实战意义，自然也不会去做那背后拱火的事，甚至还要想方设法说服美国，不让美国动用原子弹，更不会去参与。那么没了这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支持，动用原子弹轰炸越南的美国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想都不用想全民公敌4个大字足以代表一切。这个责任所可能犯下的战争罪或者反人类罪行，美国政府承担不起。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要素，美国针对越南的入侵，目的是为了越南的资源以及地缘政治等等战略因素。这里咱们假设越南战争没有中苏介入，美军对越核轰炸计划也能顺利展开。那么请大家告诉我，原子弹该往哪里扔？通常意义上来讲，核打击目标的选择首选肯定是摧毁敌方战争潜力，比如军工、能源、科技、经济等等战略节点，其次才是人口等有生力量，敌方集团军集结地、装备基地等等。比如二战末期对日本的轰炸，都不用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不显山不漏水的2颗原子弹就对日本军工造成了沉重打击，更是吓破了日本政府的胆，战斗力没了，士气也没了，除了无条件投降，也没别的路能选了。但是越南不一样，科技落后，经济落后，空有能源却连像样的工具都没有，就是一座等待开发的金山。军工更不用说了，越南就没有军工，它的军工厂就是苏联和中国。美国敢往这2个国家扔原子弹吗？他不敢。那他往越南扔有啥用没有任何意义。就是用来摧毁越南有生力量也不行，因为越南也没有什么装备像样的正规集团军。真正让美军心惊胆颤的是全民皆兵的越南游击队，老头老太甚至是小孩都会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还都散布在广袤的丛林里面，并没有像样的集结地，也不用担心越南会在1-2颗原子弹轰炸之下丢了士气。越南游击队的血腥还是有保证的，除非无差别轰炸。可这么一来，越南的资源也就毁了。美国用了吃奶的力气，结果到手却是一片末世废土，又有什么用没有任何意义嘛。原子弹不花钱吗？对吧？针对越南核轰炸所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国际舆论问题、肤浅一点的能源浪费问题，这些问题的责任谁来承担？简单来说，20年越南战争，美国之所以损失惨重，也坚决不用原子弹，
一是因为这场战争的本质是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与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暗中较量，或者也可以说是冷战时代背景所衍生出来的局部战争。美国有核武，苏联同样也有核武，而且不比美国少。正是这些核武器的威慑意义，让美国不敢在越南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再加上越南战争不是二战那样的反法西斯战争，甚至于美国才是侵略的那一方，一旦撕破脸皮动用核武，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权势必会变成新的法西斯，全民公敌啊！二来，当时的越南太弱了，弱到没有像样的军工产业，没有像样的经济秩序，也没有像样的科研基地，甚至没有像样的正规军团和执政体系，偏偏却有着伟大的人民以及抗击侵略者而悍不畏死的血性，要么鱼死网破，要么就乖乖退出越南。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一点甚至能爆发出比核武器更大的威慑力。所以这里其实还可以做一个更为大胆的假设，就算越南战争期间中苏同盟不对越南提供核威慑方面的支持，美军也大概率不会动用原子弹进行核打击。还是那句话，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我们下期再会。